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今天我们继续讲新统帅的事情。国服那边也是发布了刘彻的技能，这个是官方那边发布的。那我看了之前查士丁尼的国际服跟国服版本呢，国服的翻译是正确的，所以我们直接看国服的会比较准确。那刘彻的天赋各位都已经看到了，步兵通用进攻。如果你们已经看了我昨天的翻译，也不难猜测为什么他是进攻天赋，他没有办法用技能天赋。但是我觉得与其中间放通用的话，其实放工程会稍微好一点，把它设计成工程统帅也比较好，因为它有一些技能也是要在地图上才会触发的。顾名思义就是不能拿来驻防，但是集结或者是野战都是可以。通用天赋可以说是在万国觉醒里面最烂的天赋之一，再来就是机动天赋，所以这里能用的天赋就只有步兵跟进攻而已。那这一次统帅的重点就在于重击伤害，这里就有详细的描述到。重击伤害受到普攻伤害提升加成，不受到技能伤害提升加成。这里是特别注明了不受技能伤害提升加成，所以一些炮王啊、里程柜呢都不适合搭配这个统帅了。闪行范围最多打5个目标，伤害系数2250点，每增加一个目标递减15%。接下来3秒命中的目标行军速度降低40%。先说一下他的直接伤害吧，我觉得他的直接伤害算还可以接受，中规中矩。诸葛亮圆形范围5个目标就2000伤害，真的闪行范围3个目标也是一样2000伤害而已，所以严格来讲他的重击伤害2250不算太低了。那你们要比较霍去病跟查士丁尼的话就不一样了，因为霍去病跟查士丁尼他们是单体统帅，数值比较高是很正常的，后半段是可以降低对方的行军速度。那如果你现在是用 CPR 或者是关羽做主将的话，就没有必要替换掉 CPR， 它可以降低生命值会比较好一点，关羽又有沉默，并且做副将的话也会减半伤害。但是因为这个统帅它的机制问题啊，所以要用拱形阵，要拿来搭配 CPR 或者是关羽其实也不太实际啦，所以这个统帅呢是必须要跟他们拆开的。CPR 的觉醒技能伤害提升 10%， 这个统帅又吃不到，并且这个统帅的技能描述不是只有主动技能有重击伤害而已，第3技能也是有重击伤害的。严格来说这个统帅的升版还算可以接受啦，他的攻击跟防御都各自提升 20%， 就是偏偏最重要的生命值并没有提升。那搭配方面呢，我昨天还忘记了一个统帅萨尔贡我已经把萨尔贡给遗忘了。也确实这个统帅是可以搭配萨尔贡的，也可以触发到萨尔贡的觉醒技能，受到普通攻击时有 50% 的概率对目标造成2层的大地效果，就是让萨尔贡它叠大地效果会比较快啊。但是大地效果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就如同霍去病的秋风效果差不多吧，但是霍去病的是可控制的，萨尔贡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它那个大地效果叠满之后就打出去了，就变成这样子搭配有取有舍。刘彻的技能机制设计出来是不是救萨尔贡呢？我觉得也未必吧。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你们会为了刘彻而特意去练那个萨尔贡吗？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啦，除非这2个搭配在一起确实是很强，因为萨尔贡有提升升版啊，它的攻击力又有提升，生命值又有提升，萨尔贡刚好提升都是所有伤害，不然就是步兵伤害提升，所以严格来讲是蛮适合搭配萨尔贡的。或许是已经拥有萨尔贡的玩家而去练刘彻啦，但是你要玩刘彻的话又必须要去搞拱形阵，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都是斜行阵比较多，很少玩家会去练拱形阵，除非你是车头，所以要搞这个步兵统帅也不是这么简单。那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没有玩步兵的玩家，或者是你能够跟他搭配的步兵统帅很少的情况下，是没有必要去练那个统帅的。其实现在有很多玩家说刘彻的技能很烂啊，我觉得中规中矩啊，不算很烂啊。我认为刘彻的强度其实跟查士丁尼是差不多的，不算太强也不算太弱，并且我们现在也只是看技能而已，都没有实战，有可能实战有不同的效果也说不定呢。至于刘彻到底是不是第8代统帅，我去问过客服了，那我也相信不少的玩家也是问过客服了，他说这个是第8代统帅是已经证实了刘彻就是第8代统帅，那为什么只有1位而已？另外一位统帅到底在哪里？客服说这个是周年庆提前上线的统帅，其他的统帅要等之后才会更新。也因为这个统帅的定位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统帅是在转盘里面的，并不是在 MG。一般来讲，官方不会送 MG 的统帅的。只不过这一次送的统帅跟以往有一点不同，以往都是送一些新的文明统帅，比方说皮洛斯、图特摩斯、花木兰都是在征服赛季之前的统帅，这一次的刘彻是征服赛季之后的统帅，官方赠送给我们，所以才会让玩家怀疑这个统帅到底是不是第8代的步兵。
既然客服都已经说他是第8代步兵了，我们也只能接受。不过后来我还是有继续去问客服，他这个重击伤害算不算是技能伤害，毕竟是技能里面打出去的伤害。但是后来客服跟我说，这里确认下来，目前的技能描述可能会与后续的统帅上线后不同。在统帅上线后，我们会为您跟进并确认。另外，关于重击伤害具体的机制，后续团队也会在策划面对面中统一解释。就是说，这个刘彻的技能呢，可能还有一些伏笔，有一些东西没有公开出来的。那我这边还是要跟各位提醒一下，统帅只要在游戏里面1天还没有出现，官方都是有权利去更改的。只要玩家还没有获得这个统帅，都不算是暗改，官方也没有必要赔偿。我后来还是跟客服再三确认，国服那边都已经出技能图了，还会有描述不同吗？他说可能会略有不同。那官方最近真的是很喜欢搞这种花样，那个霍去病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各位也不要这么早下定论先啊，刘彻到底好不好用呢？还是要等实际测试才知道。毕竟当初霍去病出现的时候，有很多玩家都讲哇，霍去病很强啊，他的提升很高啊，还有秋风效果，技能伤害提升很高。但是也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搞懂秋风效果，这个秋风效果也是新更新的东西，在我们拿到手去测试之后才知道秋风效果原来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刘彻的问题还是等官方后面解释我们才讨论，又或者是拿到统帅之后我们测试才讨论。至少以我玩万国觉醒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呢，一般中国统帅都不会太糟糕才对。那么接下来就要讲今天有人传出来的图片，关于装备系统更新的内容。所以是的，我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圆桌会议啊，可能是官方怕我过去骂人啊。不过以我上次去参加圆桌会议的经验来看呢，官方他们是已经想好要怎么改了，他只是问一下玩家的意见而已。所以根据这里拿到的图片来解说是已经足够了的。我们看第一张图片，核心点原方案会让旧的图纸废掉。新装备不公平，加快贬值，需要分解旧的装备会亏掉材料、图纸、觉醒晶石。但是下面他们已经想到修改方案了，旧的装备图纸依然可以使用，旧的装备继续养成，不需要分解，觉醒专属都会继承。那官方到底是实行什么方案才会变成这样呢？这就要看第二张图片了。但是我听圆桌会议的玩家说，只有提升45等级的装备而已，没有提到50、55等级的。那根据这边的图片，你们也不难看出，之后官方就会沿用觉醒的方案，需要消耗觉醒晶石才可以再提升。那它这里有写1、2、3、4，也可能是像博物馆那样子，它有分成1阶、2阶、3阶。觉醒晶石可能就是提升原本的基础而已。但是官方这张图片又有一点点问题了，它为什么要在觉醒石下面放图纸还有材料呢？那我觉得官方也不太大可能只是要我们消耗觉醒晶石就可以再提升。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升到其他的等级的时候是需要消耗一点点耗材的，比方说图纸或者是材料之类的。当然这个是我推测而已啦，毕竟我没有去参加会议嘛。有参加这个会议的玩家就有提到，征服赛季的装备材料消耗也是会降低，不会出新的装备，只是通过觉醒的方式加强原本的装备基础，原本的觉醒晶石也不会浪费掉。你们可以理解为像博物馆那样子，你原本升了1阶，你必须要开了1阶之后才可以开第2阶。所有的装备都可以2次觉醒，还有其中一个就是征服装备2次觉醒提升大于套装效果，2次觉醒不会有概率机制。但是上次我有去参加过 KVK 匹配的圆桌会议嘛，但是出来的结果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。所以这一次讨论装备系统更新的内容呢，也有很大可能最终的结果也不是这样子，也有可能这个只是试水温而已，看一下玩家的反应。毕竟我们上一次讨论 KVK 匹配的事情呢，有一些王国还是反对了，那就看这个装备系统更新有多少玩家反对了。假设反对的玩家并不是很多，就可能直接用这个方案了。那我这里问一下观众啊，如果官方出这个全新的装备觉醒属性，延续旧的装备继续用下去，你们能够接受吗？毕竟之前我做影片的时候，有不少的观众说升级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啊。那这个方法其实跟升级差不多啊，就看你们能不能接受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对于新统帅第8代步兵刘彻，还有圆桌会议的装备觉醒系统升级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